Hello，各位在荧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医师。您是不是经常在半夜最需要休息的时候，身体里仿佛有个不听话的闹钟，一次、两次，甚至3、4次的把您从沉睡中唤醒，而唯一的目的就是催促您走向那个在深夜里显得格外冰冷的厕所。您站在马桶前，感觉身体使尽了力气，出来的水流却是那么细弱，断断续续，结束后还滴滴答答，总有种解不干净的残留感。好不容易回到床上，睡意刚浓，那股熟悉的尿意又悄悄袭来。白天出门，您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潇洒自在，心里总要先规划好沿途哪里有厕所。跟家人朋友的聚会，您可能无法尽情欢笑，因为心思总有一部分被下腹部那种隐隐的闷胀感所牵绊。久而久之，您开始变得不爱出远门，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不行了？当这些难以启齿的困扰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您的生活品质与自信时，很多人会将其简单归咎于老化，认为这是每个男人都必须接受的宿命。但今天，我想以一位泌尿科医师的身份，告诉您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相：这不是宿命，而是您的身体正在透过这些讯号向您发出求救。而求救的源头就来自于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器官——摄护腺。在我的门诊中，我看过无数因为摄护腺问题而失去笑容的男性，他们之中有叱咤商场、管理数千名员工的企业家，也有在讲台上奉献一生、桃李满天下的退休校长。无论他们过去多么成功、多么坚强，在这个小小的腺体面前，都显得同样无助和沮丧。摄护腺，或者我们常说的前列腺，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对男人如此重要？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男性身体里的第2颗心脏。在您年轻力壮时，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守卫，默默地掌控着您泌尿系统的通畅，同时也分泌着构成精液的重要液体，守护着您的生殖能力与男性雄风。它的健康直接关系到您作为一个男性的生活品质、尊严与活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生活习惯、饮食、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个沉默的守卫可能会开始出状况。最常见的就是摄护腺肥大，医学上称为良性摄护腺增生。您可以想象，摄护腺就像一个甜甜圈，尿道正好从中间穿过。当这个甜甜圈的体积不断增大，就会向内挤压中间的通道，造成尿流变细，排尿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说，年轻时小便像消防水柱，现在却像关不紧的水龙头。其次是摄护腺炎，也就是这个腺体发炎了，它会让您感到下腹部、阴部有持续的疼痛或闷胀不适，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性功能。更让我们担忧的是摄护腺癌的风险，它在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是威胁全球男性的主要癌症之一。这些问题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便。我见过太多因此而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的长辈，因为精神不好，脾气变得暴躁，与家人的关系也跟着紧张起来。我也见过因为担心频尿、漏尿而不敢参加朋友聚会、不敢出远门旅行的男士，他们的生活圈逐渐萎缩，失去了许多乐趣。更深层的是对于男子气概的自我怀疑，这种心理上的打击往往比生理上的痛苦更让人难以承受。但是今天我不是要来增加大家的焦虑，恰恰相反，我是要来为大家点燃希望。因为在对抗摄护腺问题的这条路上，我们并非束手无策。在考虑药物甚至手术之前，有一种更根本、更温和，而且力量超乎您想象的方法，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个方法不需要高昂的费用，也不需要复杂的程序，它的秘密就藏在您每天都会接触的食物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与各位分享5种经过大量科学研究证实，如同天然摄护腺保养品的超级水果，请您一定要用心听，
因为其中一种水果，只要您吃对了方法，最快在18小时内就能在您的体内启动一场关键的灭火行动，开始缓解那让您坐立难安的发炎反应。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种，一种外表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惊人能量的水果。它绿色的果肉，酸甜的滋味，是很多人喜爱的饭后点心，但多数人却不知道，它其实是一颗摄护腺的维他命 C 炸弹。它就是奇异果。当我对门诊中那些被夜尿、频尿困扰的长辈们提出慢性发炎这个概念时，很多人都感到困惑。这种发炎不像皮肤受伤那样红肿热痛，而是一种在身体内部长期低度的闷烧摄护腺，就是这场体内火灾最常见的受灾户之一。而奇异果中含量极高的维他命 C 正是一位顶级的消防员，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深入我们的组织，直达摄护腺，中和那些不断煽风点火、刺激腺体肿大的自由基，从细胞层级釜底抽薪，有效地为摄护腺降温、消肿。当发炎缓解，腺体对周遭组织的压迫减轻，你会发现那种烦人的尿液会变得平稳许多。此外，奇异果丰富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益生菌最喜欢的食物。您可能不知道，肠道健康与全身的免疫、发炎反应息息相关。健康的肠道能减少体内的发炎因子，从源头上减轻摄护腺的负担。这就是中医常说的治病求本，透过调理肠道，间接守护了摄护腺的安宁。如果说奇异果是一位温和灭火的消防员，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这种水果，就是一位为您的细胞穿上顶级防弹衣的神盾战士。它深蓝色的外衣下隐藏着对抗老化的强大力量。这个水果就是蓝莓，在我们体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名为氧化压力的战争。环境污染、不良饮食、精神压力都会在我们体内产生一种叫做自由基的破坏分子。您可以把自由基想象成让金属生锈的湿气，它会不断攻击我们的细胞，让细胞老化、功能衰退。摄护腺的细胞同样也是这场战争下的受害者。而蓝莓之所以被我称为神盾战士，是因为它富含一种名为花青素的超级抗氧化物。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是维他命 C 的好几十倍。当您吃下蓝莓，这些花青素就会像一支精锐部队，在您的血液中巡逻，精准地找到并歼灭那些搞破坏的自由基，为您的摄护腺细胞筑起一道坚固的防护网。有一位60出头的陈先生，他是位事业有成的老板，但来找我看诊时，却充满了中年男性的焦虑。他不仅有排尿不顺的问题，更让他沮丧的是，他感觉自己的体力、精力，甚至那方面的表现，都大不如前，常常有力不从心的无力感。我告诉他，摄护腺的健康与全身的血液循环密不可分。花青素不仅能保护摄护腺，更能维护我们血管的弹性与健康，特别是那些细微的末梢血管。他听从我的建议，每天早上用1小碗蓝莓搭配优格当早餐。1个月后，他回来告诉我，最明显的改变不只是上厕所的顺畅度，而是他感觉整个人活过来了。这就是蓝莓的力量。它不只守护摄护腺。您是否知道有一种水果，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文明一样悠久？在古老的波斯，它被视为生命之果。在现代的科学实验室里，它的萃取物被反复验证，对男性的荷尔蒙平衡与细胞修复有着非凡的益处。这种水果就是外表火红、内在如红宝石般璀璨的石榴。石榴在我眼中一直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它坚硬的外壳仿佛象征着男性坚毅的外表，而内部包裹着的数百颗晶莹剔透的果粒，又好似男人内心深处那份对生命活力的渴望。当我对病人谈到如何从根本上活化摄护腺细胞时，石榴永远是我的王牌推荐。
科学研究发现，石榴中含有一种独特的胺内花酸以及多种强效的多酚化合物，这些成分非常特别，它们不仅能抗发炎、抗氧化，还能够对男性的荷尔蒙系统产生一种微妙的智慧调节作用。有一位病人长期受摄护腺肿大困扰，雄性荷尔蒙的指数也偏低，医师开了药物给他，但他服用后总感觉头晕脑胀，情绪低落，生活品质大受影响。他为此非常苦恼，觉得自己陷入了吃药难受，不吃药也难受的两难。我了解他的情况后，建议他尝试一个更自然的方法，每天饮用1小杯无额外加糖的100%纯石榴汁。他当时非常犹豫，问我光喝果汁真的能取代药物吗？我告诉他，这不是取代，而是为您的身体提供他自我修复所需要的原料。他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回去了。1个月后，他的回诊让我印象深刻。他告诉我，虽然排尿问题只是渐进式改善，但他最大的感受是整个人那种莫名的疲惫感和忧郁情绪一扫而空，感觉自己内在的引擎被重新点燃了。这就是石榴的独特之处，它不只作用于单一器官，更是从荷尔蒙的层面全面性的提升男性的整体生命状态。接下来我们要迎接夏日里最受欢迎的消暑圣品。当天气炎热，没有什么比得上它那清凉甘甜的滋味更能抚慰人心。但您可能不知道，在您大口享受这份畅快时，您也同时在为您的摄护腺注入一股强大的保护力量，它就是西瓜。每到夏天，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我的阿公最喜欢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抱着一大片红肉西瓜，吃的汁水沿着手臂流下，脸上是满足而纯粹的笑容。当时的我只把西瓜当成是夏天的代名词，直到我成为泌尿科医师，钻研各种营养素对人体的影响后，才惊讶地发现，阿公当年的这个习惯其实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养生之道。西瓜鲜红的果肉中富含一种我们未来会反复提到的超级营养素茄红素。茄红素对抗摄护腺发炎与细胞病变的能力已经被全球无数的医学研究所证实，而西瓜的优势在于它的含水量极高，超过 90%， 这使得它所含的茄红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此外，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泌尿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您可以把喝水想象成是在为您的泌尿道洗澡，足够的尿量可以不断的冲刷尿道，将潜藏的细菌、发炎物质带走，大幅降低尿道感染和摄护腺炎的风险。有位卡车司机的病患，长时间的久坐加上喝水不足，让他的摄护腺一直处于发炎肿胀的状态，下腹部的闷痛感让他开车时都坐立难安。在调整他的喝水习惯之外，我特别建议他在夏天把西瓜当成每天必吃的点心。他复诊时开心地说，自从听话的吃西瓜后，不仅排尿顺畅多了，那种恼人的闷胀感也减轻了大半。西瓜就像一位体内的清道夫，用它丰富的水分和强大的茄红素，为您的摄护腺带来清爽与洁净。如果说西瓜是为我们的摄护腺健康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那么我们最后要介绍的这一位压轴出场的超级巨星，可以说是直接把这扇门的门锁都给拆了。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频繁到几乎让人忽略他的存在，但他却是营养学界公认的摄护腺守护神，是茄红素含量最丰富的冠军来源，它就是番茄。真的，我行医这么多年，仍然对于番茄的力量感到无比赞叹。这么一种价格亲民、随处可见的食材，竟然蕴含着如此强大的健康潜能。要论帮助摄护腺消肿瘦身、改善血液循环，番茄的功效无可匹敌。但这里我要分享一个价值连城的关键秘诀，这也是许多人吃了一辈子番茄，却始终没有发挥它最大功效的原因。这个秘诀就是，番茄一定要煮熟了吃，而且最好是搭配优质的油脂一起烹煮。科学研究证实，番茄中的茄红素、
经过加热烹煮后，其细胞壁会被破坏，释放出来的茄红素量会大幅增加，而且其化学结构会转变为人体更容易吸收的形式，吸收率跟生吃相比可以相差到4倍以上。而茄红素又是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素，这意味着它需要油脂作为载体，才能顺利的被人体吸收。所以一道用橄榄油拌炒的番茄炒蛋，一锅温暖浓郁的番茄蔬菜汤，甚至是一盘意大利面上淋的番茄红酱，它们的营养价值都远远胜过一颗冰冷的生番茄。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5味守护摄护腺的水果大酱，富含维他命 C 的奇异果，充满花青素的蓝莓，蕴含港花酸的石榴，清爽补水的西瓜，以及茄红素之王番茄，它们就像大自然为我们男性量身打造的保健军团，各自拥有独门绝技。但我想告诉您，比单独食用它们更重要的是学会将它们融入您每日的饮食中，让它们协同作战。您不需要把它们当成药物一样严格执行，而是可以把它们变成一种享受。例如，早餐用蓝莓搭配优格，午饭后来1颗奇异果，下午喝1杯16支。夏天吃几片西瓜，晚餐的菜色里加一道番茄料理。当您开始用这些充满生命力的天然食物来滋养您的身体，你会发现改变不只发生在您上厕所的时候，您的睡眠会变好，因为您不再需要频繁的中断休息，您的精神会变好，因为您拥有了一个真正能够修复身体的夜晚，您的心情会变好，因为您摆脱了长久以来的焦虑与不适，您与家人的关系也可能因此变得更和谐。最后，我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担心摄护腺问题的男性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您的身体是您最忠实的伙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您。那些恼人的症状，不是他在对您示威或投降，而是他在用尽全力提醒您：嘿，老伙伴，我需要一些对的材料来进行修复工作，请帮帮我。您的健康掌握在您自己手中，您人生的下一个精彩篇章，或许就从这一刻，这个小小的饮食改变开始。如果今天的分享对您和您所关心的人有哪怕一丝丝的启发，请您不吝啬的帮我按一个赞，并且将这个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正在默默承受痛苦的男性朋友能够看到希望。好吗？谢谢大家的收看，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活力、畅快的人生。我是林医师，我们下次再见喽。